You made it, all right? Yeah. It's scary, you made it, okay? 如果把你放在这么一个又黑又湿又冷的洞穴里面，你能坚持多久呢？是5分钟、10分钟，还是更长的时间？如果在座各位有幽闭恐惧症的话，希望不要看这个视频，因为你无法想象有人竟然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10几个小时。一个6人小队的洞穴探险，由于暴雨，4个人勉强爬了出去，而剩下2位则死死地卡在洞穴里面，看着不断上涨的水位，他们是否能够逃过鬼门关呢I need you to crawl that way, all right? In a second. 卡斯卡德洞穴位于加拿大温哥华岛，这个地方拥有加拿大密集度最高的石灰岩洞穴，是许多洞穴探险者的打卡圣地。但由于洞穴大小不一，结构也异常的丰富，导致大部分新手劝退。不过专业人员还是被允许探险的。而卡斯卡德洞穴就是难度等级较高的那一类，它的地理位置比较偏僻，所以在入口处特别安装的金属门，任何人都必须签署免责声明才能开锁进入其中，而钥匙则由附近的一家糖果店保管。杰森·斯托里是今年团队当中的一员，他的年龄最大，但经验却是最少的一位。在这之前，他只经历过4次洞穴探险，这次就要挑战这么高难度的卡斯卡德洞穴，这让他非常的兴奋。不过说一点都不担心，那是假的。团队当中有他的好哥们安德鲁·穆尼奥斯，也就是因为他，杰森才爱上洞穴探险的。不过相比于杰森这样的洞穴探险小白，安德鲁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洞穴探险高手，同时也是一名护理人员。据他统计，温哥华岛上有分布大大小小的1000多个洞穴和隧道，他都不在话下。所以今天这个洞穴对于他来说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。因此，杰森打消了所有顾虑，就算是出了问题，安德鲁肯定也能随机应变。2015年12月5日早上，雨一直下个不停，杰森最后检查了一遍装备，便去与其他的5位同伴会合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他们沿着一条陡峭的小山开始徒步。要知道，卡斯卡德洞穴的入口十分隐蔽，是在一条没有任何标记的小路上，而且也只有对洞穴探险感兴趣的人才会知道这个地方。当一行人找到洞穴时，果然看到了一扇坚固的金属门挡在了他们前面。在这之前，探险小组的每个人都已经签署了免责声明，也顺利的拿到了钥匙。很快，安德鲁找来了一把9米长的梯子，大概在上午10点左右，他们一个接着一个爬了下去，洞穴探险之旅算是正式开启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卡斯卡德洞穴内部的结构示意图。很明显，情况是比较复杂的。据估算，洞穴全长1.5公里，深105米左右，而且大部分都是狭窄的隧道，其实并不适合新手前去探险的。但是这一行人热情高涨，丝毫没有意识到洞外已经下起了大暴雨，再这样下去，很有可能就会淹没这个地下迷宫。此时洞穴里面的温度仅有5摄氏度，安德鲁在前面开路，时不时的还会问大家情况是否还好。除此之外，就只剩下沉重的呼吸声和脚步声。随着一行人深入，上面不断的有雨水滴下来，渐渐的就形成了一道轻微的水流，沿着岩石一路流淌。这个时候，杰森还不忘和同伴开玩笑说道：“早知道像安德鲁一样穿潜水服来就好了，下次一定要记得。”大约在过了45分钟之后，一位名叫亚当的同伴表示自己要放弃，因为他的背部在几个月前受过伤，这会儿已经疼痛难忍，他不想拖累团队。等亚当安全上去后，剩下的成员则继续前进，目标是洞穴的尽头。然而这一路充满了艰难险阻，崎岖不平的隧道已经足够难走了，外加岩石壁都是巨石状的石子，探险小组还得在里面摸爬滚打，有的时候还要涉水前进。大约进行到地下100米的时候，他们就要经过一个较为棘手的隧道，名字叫做混蛋爬行。之所以这么出名，是因为这条通道不仅异常狭窄，最关键的是通道下方还会有水流，速度特别快，人在上面很容易就会滑倒。这对于探险者来说无疑是难上加难。按照计划，探险小组决定一个接着一个过去，其实他们是有备而来的，为此特意设置了绳索和安全带。在下降过程中，他们的行动也更为谨慎。在这之前，安德鲁也教过大家到此通行的方法，那就是在前进时，头始终要保持向上的姿势，让前照灯照亮前面的路。另外，身体还得左右移动，不断的来进行调整。此时此刻，外面的雨势只增不减，洞穴也逐渐成为了隐蔽的排水口，水流声越来越大，之前的小溪流已经变成了白花花的瀑布。一行人见状就决定不再继续探索了。然而，就当他们准备撤退时，杰森却在这个时候遇上了麻烦。原来，在他小心翼翼的爬行时，突然被一股水流推倒在地上，直接将他淹没。此时的杰森感到强烈的水压，如果不赶紧移动，他就会被冲到下面的岩石上。可就在这时，杰森发现自己一动都不能动了，他的靴子被卡住了，无情的水流在他周围涌动着。此时的他很紧张，开始大口喘气，缓解身体的不适。同伴发现后，立刻向安德鲁求救。安德鲁知道杰森很害怕，他就把手伸进湍急的水流里，四处寻找卡住的靴子，还不停地鼓励杰森让他冷静下来。
不要让水流带走自己的身体。在他一步步的引导下，杰森终于成功的爬出了隧道，但此时的他已经奄奄一息，这一次可把他吓得够呛。而与此同时，安德鲁赶紧告诉另外3位同伴他们那边的情况，现在的水位还在上涨，他们必须得赶紧撤退。最后还留下一句，此刻杰森需要在原地休息几分钟，如果半小时之后自己和杰森没能追上他们，就不要犹豫，立刻呼叫搜救队。I need you to crawl that way, all right? In a second. Okay? In a second. I need you to start moving, Jace. 由于刚才杰森在水中挣扎了将近15分钟，安德鲁担心他身体吃不消，于是用便携炉子反复烧热水，又让他裹着毯子取暖。此时探险小组只剩下他们2个了，杰森的面色也慢慢恢复过来。安德鲁安慰他，事情还没有这么糟糕，千万不要气馁。而实际上，安德鲁的内心压力已经很大了，他很自责，本以为这次洞穴探险会轻而易举，却害得杰森涉险。而接下来的返程之路本身就不好走，再加上杰森此时身心俱疲，别说走30分钟了，几个小时都未必走得到头。原本信心满满的安德鲁变得一点都没有把握了。果然，在重新上路后，杰森没坚持多久又变得很虚弱。由于水流实在是太猛了，杰森每往上走一步都要耗费大量体力，再加上通道空间不够，呼吸起来又异常困难。安德鲁随即决定停下，重新找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躲避。很快，杰森发现在瀑布顶端附近有一块突出的岩石壁，尺寸大约是1.8米乘1.8米，不过角度有些尴尬，它向外倾斜了45度。更重要的是，水位此时还在上升。安德鲁思索片刻后，还是决定把那里作为避难所，因为他们也别无选择了。为了不让杰森承受水流的冲击，安德鲁挡在杰森的面前，用绳索紧紧地绑住自己的身体，两人暂时就卡在了岩壁上，进退两难。而这个时候，距离与同伴分别已经过去3个小时了。安德鲁继续安慰杰森，很快就会有人来帮助他们了。可谁知道，迟迟不见救援人员的踪影。为了省电，他们还关掉了前照灯，只能在完全黑暗的岩壁上面苦等。与此同时，水位仍然不断的上涨，空气也变得异常寒冷。在潮湿黑暗的环境中，杰森开始变得神志不清，他的眼前出现了家人生活的场景，可唯独没有自己。他暗自祈祷上帝，希望能够帮他度过这次的难关。一旁的安德鲁则反复的念叨着一句话：恐惧是思维的杀手，当恐惧逝去，我就赢了。他们也不敢继续想其他同伴是否安全上岸，救援人员是否能够得到消息，能做的只是每隔一段时间彼此确认一下是否都还活着。这个时候，外面也是急得焦头烂额，无论怎么呼喊，里面都没有回应。他们派了好几批搜救人员下洞穴，最近的一次离安德鲁和杰森只有10米，但由于水声实在太大，完全淹没了呼唤声，没有回应，只能重返洞口。大约到了第2天早上6点，安德鲁注意到水流明显减弱了，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再尝试一次。与此同时，又有同伴和救援人员准备再次进入洞穴，他们也没有放弃，还通知了更多有经验的洞穴探险者作为后备人员。可是由于2个人在岩壁上面卡了整整12个小时一动不动，杰森的身体早就僵硬的动不了了，他每抬腿一次就会痛苦的尖叫起来，双腿的肌肉已经严重拉伤，可是想要活命，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。另外，安德鲁也一点一点的展开身体，他鼓励杰森能够熬过那么漫长的黑夜已经是万幸，接下来是他们最后的机会。就这样，杰森一点一点地拖着身体往上爬，这一路他苦不堪言。有的时候，他们的一只耳朵浸在水里，一只耳朵被岩石壁划过。就在这么狭小的距离，还要防止被水淹。很快，安德鲁惊喜地发现，沿路有救援人员特地留下的供给品和设备，这就说明他们离洞口真的不远了。果然，在坚持了90分钟之后，杰森终于看到了远处有灯光在闪烁。此时是早上的7点半，正在洞穴里检查水位的救援人员终于听到了他们的呼救声，这场苦难也终于结束了。所有人都很诧异，安德鲁和杰森仅凭自己的力量重返洞穴入口。救援人员甚至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讨论要不要准备骨具来移出他们的尸体。话说，在那漫长的14个小时里面，安德鲁甚至都已经想过要给妻子和女儿录一段告别信息，但他一旦这么做，就意味着已经放弃，而且他也不想把这么消极的情绪传染给杰森。毕竟在那时，杰森的身心都已经无法承受任何打击了。据安德鲁回忆，在他意识到救援人员很难到达这个位置后，自己整晚都在观察水位，寻找撤离的最佳时机。他也曾想过，如果杰森再一次被卡住，那他们就真的没有机会活下去了。不过这些都是安德鲁的心路历程，那个时候他可什么都不敢说，生怕搞坏了杰森的心态。回顾这次探险，组员们都很感谢救援人员的无私帮助，他们整个雨夜都守在洞口，还尽自己所能下洞穴，生怕错过他们的呼救。直到大半年后，安德鲁才敢打开当时随身携带的摄像机，回看当时的惊险遭遇。后来影片也被用作培训急救人员的重要学习资料。当然也有人指责他们为何要把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，但作为洞穴探险者，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。对于
他们来说，洞穴充满了神秘的魅力，它保存着许多陆地上没有的特殊痕迹，而正是这些独特的东西吸引着他们去冒险。但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是不同的，在热爱冒险的人身上，总有一种不服输、不畏挑战的精神。我们能做的只能尊重、理解和祝福，希望所有爱好冒险的人都能尽力做好安全防护，一切平安。虽然知道在座的你们不会跑去洞穴探险，但还是要多嘴一句：非专业人士请勿模仿，好好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各位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真人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